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第一个女儿病逝1年，老婆告诉我她又有了，我喜极而泣。不久，我看到她初恋的朋友圈，我崩溃了。配图是老婆的孕检单，我找老婆对质，老婆却不耐烦地指责我，她都要死了，我只是帮她达成最后的心愿，你别这么小气。这一刻，我彻底死心，决定成全他们。你肚里的孩子是骆青阳的。我的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，目光紧紧锁定在齐飞身上。齐飞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他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放在他的肚子上，声音出奇的柔和。我有宝宝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我没想到他竟敢这样反问我。我猛地抽回手，目光中充满了厌恶。高兴什么？欣喜我的妻子怀上了别人的孩子，让我成了笑柄吗？齐飞的脸色一沉，你说话为何如此刻薄？他不给我反驳的机会，紧接着说道，骆青阳生命垂危，我只是在实现他最后的心愿。那我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，我的想法？我的双眼酸涩胀痛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我微微转过头，不愿让他看见我的脆弱。我和齐飞是在大学时代相遇的，自第一眼见到他，我的心便被深深吸引。那时他是从困境中挣扎而出的坚韧之草，而我则是不务正业的富家子弟。我始终追随在齐飞的身后，竭尽所能地对他好，对他的要求总是无条件满足。结婚之后，齐飞要创立公司，我便陪着他一起打拼。公司上市后，我直接退居2线，把整个公司交给了齐飞。相识8年，毫无保留的付出。我叹了口气，忍不住问，齐飞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齐飞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孩子生下来会养在家里，也会喊你爸爸，你满意了吗？我用力抓住他的肩膀，恨不得把他的心挖出来，看看是不是黑的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我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把我当成狗一样践踏。我能看到齐飞眼眸里的自己，脸色涨红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看起来像是要吃人。这是我第一次对齐飞吼。齐飞哆嗦了一下，明显被吓到了。但是很快，齐飞就直直地看着我，嘲讽道，付出根本就是要挟，你仗着自己家境好，把我们底层人当玩物，硬生生地拆散了我和骆青阳。要不是你，我和骆青阳早就在一起了。我松开他，我们离婚吧，我成全你们这对苦命鸳鸯。你别以为你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对我有用。齐飞起身走向卧室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自己找地方睡，别来烦我。说着，他就要伸手锁门，这是他的惯用戏码。只要我有一点让他不开心的地方，他就会不让我进卧室，也不和我说话，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不分给我。以前我都会绞尽脑汁地哄他，直到他消气。还记得有一次，我为了哄他，亲自做了他爱吃的甜点送到公司，正巧被高空坠物砸到了头，血从额头流下来，模糊了视线。血红的视线里，我看到了从公司大门走出来的齐飞。齐飞也看到我了，可仅仅是一瞬，他就移开了目光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坐着车在我的视线里消失。我本以为这次我也会难过，可是却没有一点，剩下的只有厌恶。今天是我们女儿的忌日，我只说了这么一句，然后就去了女儿的房间。我拿起女儿的照片，伸手抚摸着她的脸颊。照片里的她笑得很甜。她冒话，第一句是奶声奶气的爸爸。那一刻，
我的心酸酸胀胀的，巨大的幸福把心脏填满了。房间里满是属于他的记忆，却再也没有他的气息里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，睡梦里出现了女儿的身影。爸爸，爸爸，是女儿的身影。画面一转，医院里女儿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，身体的疼痛让她在我怀里不停地颤抖着。她哭着问我：爸爸，妈妈是不是讨厌我？她怎么还不来？我怕再也看不到她了。不是，不是，妈妈没有讨厌宝宝。我是哭着醒来的。我抹掉脸上的泪，心脏一抽一抽的疼着，呼吸都有些困难。我开窗透了晦气，才打开房门。桌子上摆了精致的早餐。齐飞意外的在家，他看向我，咽了咽口水，又把目光移开。我像是没看到，径直走过去，开始吃饭，始终没看他一眼。齐飞的视线停留在我的眼睛上。你哭过了。我没回应，他把一杯牛奶推到我面前。昨天是我情绪不好，说话重了点，你也别生气了。这是8年来齐飞第一次服软。我把牛奶推开，抱歉，我乳糖不耐受。齐飞有些尴尬，我不知道。骆清扬的任何小习惯，齐飞都如数家珍，但是我的，他从来都记不住。不过已经无所谓了。我拿出离婚协议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签个字。齐飞接过离婚协议书，他的脸色越来越黑，最后直接把协议书拍在桌子上。你来真的？你真要和我离婚？这栋别墅归我，离婚冷静期期间，你住其他的房子，到时间我们直接去把离婚证领了。齐飞站起来，轻声俯视着我。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要怎么样？非得这么咄咄逼人？我肚子里的孩子之后也是你的，有了孩子也能抚平你失去女儿的痛苦。我真不懂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闹得不可开交。我冷笑了一声，一个野种喊我爸，我觉得恶心。齐飞胸口不停地起伏着，你就这么容不下骆清扬吗？没等我说话呢，大门响了。一身蓝色 T 恤配上工装裤，一双白色，像是当初在大学里一样干净无害，少年气十足。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齐飞，不安道：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因为我。齐飞走过去，拿了双新的拖鞋，满脸温柔，没吵架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我不是说了会去接你。骆清扬晃了晃手里的东西，我等不及给孩子布置房间，就自己来了。说着，他拉着齐飞，径直朝着女儿的房间走去。我直接挡在了门口，语气冰冷：今天你敢踏进这个房间试试看？我没多少时间可活了，我只是想尽点父亲的责任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。骆清扬低着头，消瘦的身体显得越发可怜。他声音哽咽：我不会和你抢孩子，也不会。我直接打断他的话：你说你知道对不起我。骆清扬愣了一下，然后点头。我直接一拳挥了过去：这是你欠我的。齐飞尖叫着冲我喊：你疯了吗？我不理他，想要继续动手。齐飞搬起椅子，狠狠砸在我的头上，头一阵阵的眩晕，强烈的恶心感让我呕吐出来，鲜血不停地往外冒，眼前也是一阵阵发黑。齐飞却只顾着骆清扬：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骆清扬揉了揉眼角：我没事，给我们的孩子布置房间最重要。我耳边嗡嗡地响，但也能听出他语气里的得意。我强撑着站起来，拉住齐飞。我放下尊严，哀求道：这是我们女儿的房间，这是她唯一存在过的痕迹了。他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她已经死了。
他的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，好像死去的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他顺手把女儿的东西丢到地上。我发了疯，过去打他们，你们这对畜生，我和你们拼命。齐飞使了个眼色，保镖立刻拽住我，把我拉了出去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属于女儿的东西被打包扔进垃圾桶。我一遍遍喊着女儿的名字，眼泪和鲜血混在一起。我被放开的瞬间，就扒着垃圾桶，快速去捡女儿的东西。那个相框也摔碎了，原本女儿笑意盈盈的照片也被撕烂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爸爸没用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晕倒的，再次醒来就在医院了。我被砸出了脑震荡，只能住院。周晶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来看看你还喘不喘气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瞬间就移不开目光了。我自诩见过不少美女，但美到令人惊叹的，她是独一份，明艳张扬又带着生人勿近的疏离。清冽的香气飘散进鼻息，我几乎能感受到自己心跳的速度。她挑了挑眉，傻了，还是不记得我了？许久。她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算是青梅竹马，只不过她出国了几年，我们联系不多。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这不是为了回来看你吗？他坐在椅子上，身子前倾拉近距离，看在我对你这么够意思，帮我个忙。行，我点头，直接答应了。许久没想到我答应这么快，他一愣，嘴角的笑加深了几分。好好养伤，过几天当我男伴给我撑一撑场子。啥？我指了指自己，你让一个正在离婚冷静期、快要二婚的男人给你撑场子，你认真的？男人中的鲜品快流入市场了。他贴近我的耳边，一字一顿，我提前预定。我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身体后倾，拉开距离。到了说帮忙撑场子的那天，我仔细打扮了2个多小时。我跟着他下车，看着眼前的骑士，微微皱眉。我实在不想看到那对狗男女恶心自己。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骑士成立3周年庆典，邀请了不少人，我代表徐家。他挽着我的手臂紧了几分，语气玩味，怎么了？害怕你老婆吃醋啊？这明显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我忍不住瞪了他一眼。许久笑了，我的窘态就这么好笑？没等许久回答，齐飞就看了过来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冷。他快步走过来，压低声音：你在搞什么？这种场合也是你能闹的吗？齐总幸会，我是许久。许久伸出手，姿态优雅。齐飞脸色难看，却也寒暄着。毕竟他不敢得罪500强公司的接班人，更别提许久身后站着的是豪门中的一等世家徐家。许久声音不小，周少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看他今天闲，就拉他一起了，齐总别介意。齐飞笑意越发僵硬。分明是骑士的周年庆典，许久的光芒却无人能及。他熟练地和商业大佬交谈着，一口一个叔叔伯伯地叫着，气场却丝毫不弱，手段沉稳老辣。酒过3巡，有人聊起了我和许久的绯闻。徐小姐和周少从小一起长大，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们没发现齐总和徐小姐有些像吗？这不少人目光在他们身上流转，齐飞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特别精彩。离开后，许久撞了撞我的肩膀，解气了吗？我眼眶一热，心里酸酸涩涩的。没过一会儿，手机响了，是齐飞打来的。从我住院到今天都10多天了，这是齐飞第一次给我打电话。我看着屏幕上的名字，止不住的烦躁，我直接挂断了。齐飞又打来，
反反复复好几次。许久把我的手机抢了过去，按下接听。周京，你洗好澡了没？有你的电话。我直接被口水呛到，不停地咳嗽。听筒那面是齐飞气急败坏的声音：周京，你居然出轨，你要不要脸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洗个澡就算出轨了？许久尾音上挑，慢悠悠地开口：那你怀了小情人的野种算什么？那怎么能一样？我是为了完成骆青阳生前最后的心愿，给他留下血脉。许久毫不客气地直接回怼：当了婊子还立牌坊的我见多了，但像你这么恶心到家的，我真是第一次见到，谁给你的脸？话落，他恶狠狠地挂了电话，瞪了我一眼，把手机丢给我。你怎么了？我莫名的没有底气，偷偷瞄着他的脸色。许久连我一起开骂：你他妈的眼瞎，当年拒绝我就选了这么个货色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周京，我到底差在哪了？说着他凑近我：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选择我吗？我能感觉到他呼吸的温度，他还在凑近。我整个人像是被丢到火炉里了，体温不断攀升，嗓子也干得不行。许久抓紧我的领子：你还是不要我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他眼圈红了，满眼的倔强和委屈。不是，不是。我急急地开口：我没讨厌你，我从来都没讨厌你。我只是觉得我配不上你。我叹了口气：我是周家的私生子，上不了台面的。许久没说话，良久的沉默让我不安极了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又故作轻松道：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肩头一重，我一看才发现许久睡着了，手还紧紧抓着我的手臂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他抱回家。没多大会儿，手机响个不停，微信上已经有几百条未读消息了。他们都在问我和许久是不是再续前缘了。平时没多少消息的死党群也格外的热闹。我点进去回复道：我和许久没什么，你们别乱传。没什么？骗鬼呢？金哥，我们都支持你，你和许久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你眼瞎终于治好了。看看这照片，看看金哥这温柔的样子。我点开一看，是我抱着许久下车的时候被拍了。没等我问呢，群里就在调侃：金哥，网上好多人都在磕你们两个的 CP， 他们都磕疯了。我这才发现自己上了财经和娱乐板块的热搜。点进去就是那张照片，照片还挺糊的。这一出屏幕的甜，真的爱了爱了。这才叫爱意会从眼睛里跑出来。听说两个人是青梅竹马呢，那他们后来是怎么分开的呀？还不是因为齐飞插足，齐飞结婚的时候是未婚先孕呢，真是从穷山沟里出来的，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。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对齐飞的谩骂声，甚至连骆青阳也被牵扯进来了。骂骆青阳眼瞎的，骂他吃软饭的，什么声音都有。齐氏声誉受损，股票价格不断下跌。齐飞气急败坏的给我发了10多条消息，我都没理会。他直接开了直播，只不过几天的时间，他整个人肉眼可见的憔悴，眼下的乌青遮都遮不住。他语气平静：我的确是未婚先孕，但这并不是我自愿的，这是周京处心积虑的结果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会和骆青阳一直在一起。屏幕外，我听到了骆青阳的声音：在生命最后的时刻，能陪在你身边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而且我们还有了宝宝。齐飞还没有下播呢，一个词条就冲到了热搜前10。
警号周京，右监警号警察很快就找了过来，说是要我去警局一趟配合调查。我被带出门的时候，门口人山人海的。人渣，败类，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哪怕有警察拦着，我也被砸破了头。没有实际的证据，24小时之后，警察按规定放了我。许久等在门外，保镖围成一圈，挡住了愤慨的人群。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狼狈的样子，低下头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看到他鞋子上有泥土。许久的声音从我头顶响起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还你清白的。我下意识抓紧他的手，坐在车上好一会儿，我才鼓起勇气问道：你相信我？他点点头，只淡淡的了一声。然后他信誓旦旦和我保证：你放心，用不了多久的，我会帮你。车子开了40几分钟，我才发觉这个方向是去女儿的墓园的。我心里一惊，出什么事了吗？许久没说话，嘴唇紧绷着。车停下来，我只看了一眼，全部的血液都朝着头顶上冲。女儿的墓地被破坏严重，墓穴被挖开了，骨灰盒也被摔碎了。谁干的？到底是谁干的？这里是琼琼的骨灰，我来得太晚了，只抢救下来这些。许久把抱着女儿骨灰的公布塞到我的手里。我死死地攥着红布，整个人都在颤抖，说话的声音也是抖的。到底是谁？是骆清扬还是齐飞？许久在我面前蹲着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现在还不确定，不过带头闹事的那几个人已经被抓进去了，很快就能有结果了。琼琼，琼琼，我蜷缩着，不停地呢喃：爸爸会给你报仇的，会让那些人付出代价。从墓地离开，许久告诉我，我被带走当天，就有人去了女儿墓地闹事。那些人还做了直播。我点开直播回放，刺耳的声音随即传了出来：这就是个孽种，早死早好。一个强奸犯的产物，要我说，他出生的那一刻就该掐死他。虽然小孩子无辜，但他有个强奸犯的爸。来，我们把他挖出来，给那个强奸犯点教训，也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。一群人七手八脚的开始挖着女儿的墓。我咬紧牙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女儿的骨灰盒拽出来，摔在地上。我呼吸很重，握着手机的手青筋暴起。这些人不是说我仗势欺人吗？那我就仗势欺人给他们看。许久握住我的手，他们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，一个都逃不了。没过2天，事情就有了结果。那些人都是被骆清扬煽动的，他们为了减轻罪行，齐刷刷地把骆清扬供了出来。骆清扬被抓到看守所的时候，我去见过他。骆清扬丝毫不慌，他叫嚣着：我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齐飞都不会原谅你的，识相的话，赶紧放我出去。我嗤笑一声，嘲讽地扫了他一眼。是吗？那你就等等看，看他会不会来救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回答他，直接转身走了。我得到了消息，其实资金周转出现了大问题，还丢了几个合作项目。我组了个局，找了几个合作过的老板，同时也给齐飞放了消息。坐在我身边的孙总笑着开口：我以为周少不会管齐氏的事情了，没想到周少还是放不下齐氏，周少果然重情重义。我听到高跟鞋的声音，视线落在门口。齐氏的事情，我的确没想管，我只是好奇齐总能把公司管理成什么样子。齐飞走进来，看到我，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又很快恢复如常。他看着我，
我向各位保证，接下来的业务都会由周经负责，一定不会再有什么纰漏了。说着，他压低声音凑近我，其实是我们一手创办的，你不会真的不管了吧？齐飞，让我帮你处理你情夫整出的烂摊子，你可以再不要脸一点。我声音不小，包厢里的人都能听到。戏谑的目光落在齐飞的身上，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他。齐飞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孙总站起来打圆场：我们和齐总合作了这么多年，肯定是相信齐总的能力的。齐总别急，先喝点酒，生意的事情我们等下再谈。齐飞坐下给合伙人敬酒，一杯又一杯就灌下肚，也没有人提合作的事情。他的脸色通红，眼睛里也有了醉意。孙总，之前我们说过的合作的事，您看要不要现在签订合同？齐总，再喝一杯，再喝一杯。孙总又把一杯酒推了过去。齐飞求助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我嘴角勾了勾。想要谈生意，当然要喝得尽兴啊，齐总不会这么不给面子吧？齐飞眼中划过一抹受伤，眼里带着隐隐的泪。他还是在看我，周经，你求你帮帮我吧。以前要是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我肯定心疼的不行，为了他赴汤蹈火都愿意。可是现在我歪着头欣赏着他的狼狈，你以为骑士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危机？他不可置信，是你。我轻笑着点头。齐飞收回目光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。孙总抓住齐飞的手臂，用力一扯，把人抱在怀里。齐总只要让我满意，合作的事情就好说。男人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我的脸色，看我没什么反应，动作也开始大胆起来。齐飞挣扎着：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警告你，你再这样，我报警了。孙总哈哈大笑：你可以试试。他喝了一口酒，然后捏紧他的脸颊，把酒全灌进了他的喉咙。啪！挣扎中，齐飞甩了孙总一巴掌，指甲划破了男人的脸颊。男人直接把他推到地上，用力踢了几脚，压在他的身上，甩他巴掌。你个婊子，装什么装？婚内都能怀上别的男人的种，现在装成贞洁烈女的样子给谁看呢？直到齐飞挣扎力度变小了，孙总才摇摇晃晃站起身，扯着他的头发将人往外拖。血！有人惊呼一声，大家都看到了齐飞裙摆上的血迹，真是晦气。孙总呸了一声，把人扔在地上。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，包厢内只剩下我和齐飞。齐飞抱着肚子躺在地上蜷缩着，裙子上的血迹已经好大一块了。他伸手抓住我的裤脚，救救我和孩子。我心脏一痛。他爱着他的孩子，可我和他的女儿呢？我们的女儿连死后都不得安宁。你既然这么爱你肚子里的孩子，那就让这个孩子成为你的惩罚吧。齐飞紧张地盯着我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想要干什么？我没回应，直接打了急救电话。齐飞从病床上醒来，第一句话就是：我的孩子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没事。护士回应道，说完他又说了不少注意事项就离开了。我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他，把协议书签了，我撤销上诉，让骆清扬回到你的身边，要是不签，你也可以看着骆清扬进监狱。齐飞接过去翻看了一下，就签了字。你还是和当初一样不择手段，冷静期过后，我们去领离婚证吧。我本来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，可是你偏偏要把我逼到无路可退。他还是那副施恩的样子，真是恶心的让人想吐。我没有兴趣和婊子一起过日子。
我冷冷撂下这句话，也没管他什么反应，直接扭头就走。骆清扬从看守所出来当天，许久和我大吵了一架。你是不是还放不下齐飞？是不是不忍心看他伤心，所以放过了骆清扬？周京，你被骗、被欺负、被践踏都是你活该，你这么眼瞎，不玩弄你，玩弄谁呀？我扶住许久的肩膀，我没有放不下齐飞，我只是想让他自食恶果。许久看着我，半信半疑，什么意思？我拿出之前调查到的东西。骆清扬在管着齐氏这段时间，挪用公款、偷税漏税，还有他在国外的时候，也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。让齐飞和骆清扬这对狗男女狗咬狗，可是一场精彩的好戏。许久看着手上的那些证据，也不生气了。他扯了扯嘴角，满脸尴尬的表情。我被逗笑了，你说的也没错，我之前受的苦的确是我自找的。我不是，许久卡了一下，然后话头一转，我害怕你会回到齐飞的身边，我在意你。抱歉，至少现在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我看着他，眼中的感情毫不掩饰。现在的我没有资格入得了徐家的眼，我们要在一起，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家族的压力。我忍不住伸手把他抱进怀里，给我2年时间，我至少要让徐家看到我的价值。许久踮脚，在我唇上轻轻啄了一下。好，我等你。我去民政局的那天，许久非得和我一起去。我有些无奈，我是去离婚的，又不是什么喜事，你跟着干什么？是喜事。他笑着反驳我，我的男人是有妇之夫，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呢，我要见证你单身的时刻。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好吧，好吧，真是服了你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许久开着法拉利超跑带着我到了民政局。齐飞到的更早一些，看到许久，眼中闪过一抹异样的情绪。他说话带刺，没想到小徐总喜欢看别人夫妻离婚啊。许久也不在意，我说过周京我预定了。还有，等齐总离婚之后，我还有个礼物要送给齐总呢。齐飞没有理会，直接转身朝着民政大厅走去。整个离婚的流程很快，不到半小时就拿到了离婚证。周京，齐飞喊了我一声，欲言又止。齐总，跟我走吧。徐就圈住我的手臂，笑着看向他。齐飞冷着脸，我很忙，没时间陪着小徐总胡闹。难道骆清扬的事情，齐总也不在意吗？现在骆清扬在医院呢。许久边说边打开车门。齐飞犹豫了下，跟了上来，他坐在后排。你说骆清扬去了医院，他怎么没和我说？是不是他的病情又恶化了？齐总去了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没一会儿就到了医院，远远的果然看到了骆清扬的身影。齐飞想要过去，却被许久拦住了。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齐飞不明所以，但也没上前。骆清扬在和医生交谈着，我的治疗费用再翻2倍，你就和齐飞说能够延长我的生命。我们站在角落，看不到2人的表情。如果齐总发现了怎么办？这段时间已经和齐总要了不少钱了。骆清扬轻哼了一声，语气中满是自信。你放心，齐飞那么蠢，一定不会发现的。齐飞整个人僵直着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骆清扬的方向。半晌，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去，抬手就给了骆清扬一巴掌。我这么在意你，你竟然把我当傻子耍。骆清扬，你还是不是人？菲菲，你听我解释。最初骆清扬还有耐心，到后来彻底不装了。你现在有了我的孩子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
不给我，你难道要给别的男人花吗？两人的争吵越发的不堪入耳。许久看着我，眼角带着笑意。狗咬狗这场戏才刚刚开始。我拿着手上有的资金和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人脉，重新创立了公司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这次公司的成长速度很快。但是2年也不过是有几千名员工，眼下的成就根本入不得徐家的眼。我忙完手上的事，已经快凌晨2点了。一抬头才发现许久坐在办公室。我起身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没喊我？许久笑着，没来多久，明天是我爸的生辰，我想你来参加，这是请帖。我拿着请帖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点头答应了。我看着他，认真道：明天不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由我来面对，你不用挡在我面前，知道吗？好。许久点头，答应的倒是痛快。我嘴角抽了抽，感觉他完全就是在敷衍我。到了徐家，我紧张的手心直冒冷汗。许久的爸爸走过来，审视着我，好半天没说话。徐总，要不是趁着您过寿，我们还真没有时间好好聚聚。一个熟悉的声音插了进来。我顺着声音转头，看到了我的亲生父亲。他语气熟稔：你这孩子怎么自己来了？不是说过了让你等等我这个老头子吗？我懂他的意思，他想要促成和徐家的婚事，所以也想要认下我这个儿子。我从善如流，爸，我下次一定等您。一场生辰宴结束，徐家勉强认可了我和许久的事，我也被带回了周家。我那个父亲承诺会把周家交给我打理，我没有拒绝，借着周家的势力，全力发展自己的公司。不过6年的时间，我就完成了公司的上市，而且公司势如破竹，很快超过了几家传统的大企业。我和许久的婚期也定下来了，结婚2年，许久有了孩子。我陪着他去买母婴用品的时候，听到了刺耳的尖叫声：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！一个女人从车里面出来，疯疯癫癫的。我下意识把许久护在了身后，刚想转身离开，就听到了有人喊我。我转头对上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，看了半天才认出来，齐飞。她变化很大，整个人像是苍老了20岁，身材走样，穿着便宜的地摊货，头发也乱糟糟的。她目光有一瞬间的清明。周京，周京，我不想离婚了。说完，他又哭又笑的。我拉着许久的手紧了紧，老婆，这里人多危险，我们先走吧。许久还在抱怨我说了奶瓶不用买那么多，用不了的，你怎么不听我的呢？我只是想给我们宝宝最好的而已。我好脾气的哄着。许久哼了一声，给我了一个白眼。我撇撇嘴，没敢说话。自从孕晚期，许久的脾气都能赶得上火箭了，时不时就爆炸。她生孩子那天，我一直陪在她身边。她还没哭呢，我先哭了。生产的过程不太顺利，30几个小时才生出来。是个女孩，她屁股上有个胎记，那胎记很像琼琼当初被热水烫到留下的疤。我抱着那小小的一团，心里被温暖填满了。许久勾着小团子的手，笑着：我们的孩子以后就叫做周安吧，希望他这一生都平安顺遂。我点了点头。安安3岁的时候，许久带着我们去了海边。我们给琼琼一个自由吧，我知道你一直没放下琼琼，但你不能把琼琼禁锢在身边。我试了好几次，才把装着琼琼的骨灰放到海里。安安，她是你姐姐，只不过生病之后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变成了星星。
姐姐。安安的声音甜甜糯糯的。那天晚上，我久违地梦到了琼琼。爸爸，我现在在一个很温暖、很有趣的地方，我很开心。我还遇到妈妈了，可我不想要她。爸爸，我们都不要她了，我们要好好的。全文完。